選擇留下是軟弱還是勇敢？凌晨2點，客廳的燈還亮着，他站在沙發旁，手停在行李箱的拉鏈上，拉開一半又放下。那是一個準備離開的動作，卻被無數複雜的情緒卡住了。他躲在樓梯間的陰影裡，看着他背影發呆。早知道會走到今天這步，也許他就不會。你可以填上任何婚姻中最常見的衝突原因：出軌、冷暴力、經濟壓力、婆媳問題、精神疏離。他沒有哭，卻顯得比哭還累。那是種心裡下過大雨，泥濘都乾掉的蒼白。那一刻，他問自己一個問題：如果我留下，是不是代表我很沒用？還是不離開，是因為我還有一點力氣相信？離開很難，留下更難。現代社會對婚姻的忍耐度越來越低，不要委屈自己，幾乎成了感情裡的金科玉律。但你有沒有發現，有時候我們太快把堅持誤解為懦弱，把選擇留下看作缺乏自尊。曾經有一位學者說過一段話，令人印象深刻：當朋友知道我老公外遇後，還選擇原諒他，第一個問我的不是你怎麼樣，而是你幹嘛這麼笨？但我從來沒覺得那是笨，我是在做一個比離開更難的決定，留下來重建。他不是沒想過離開，也不是沒機會開始新生活，但他想問自己，我走是為了結束痛苦，還是逃避成長？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，但他揭開了一個現代婚姻很少談卻很深刻的真相：留下不是因為沒力氣走，而是還願意相信重建的可能。有一對夫妻結婚12年，育有2個孩子，丈夫性格木訥，妻子是熱情外向型。前幾年他創業失敗，情緒低落，開始變得沉默暴躁，對家庭也缺乏參與。有一天深夜，妻子發現丈夫在客廳沙發上看着手機裡的一位舊情人社群動態，眼神失神。她沒有質問他，也沒有當場崩潰，只是回房間後整夜沒睡。第二天清晨，她泡了一杯咖啡遞給丈夫，只說了一句：如果你真的想走，我不會攔你，但我希望你先陪我去婚姻諮商一次就好。丈夫當下沒有回應，但3天後，他主動預約了諮詢師。他說他願意留下，讓我無地自容，也讓我突然有一點希望。這段婚姻並沒有奇蹟般立刻轉好，他們吵、冷戰，甚至一度再次想分開。但2人都選擇每天給彼此一點空間，一點對話。慢慢的，連孩子都說，爸爸笑得比較像以前了。這樣的留下，不是沉默忍耐，而是主動選擇繼續愛，即便那愛不再浪漫、熱烈，甚至破碎。有時候選擇留下被誤解為容忍一切，但真正健康的留下，不是盲目堅持，而是帶着界限的愛。我們需要說清楚一點，如果你處在家暴、長期精神操控、嚴重不尊重的環境中，請先保護自己。婚姻重建的第一步，不是不離婚，而是不繼續傷害。真正勇敢的留下，是一種清醒的堅持。我知道自己要什麼，我選擇給彼此一次機會，但我也知道我不會一再委屈自己。你不需要為了當一個好妻子、好丈夫而犧牲自己，你可以既溫柔又堅定，既願意留下，也敢說出界限。婚姻初期，我們常以為愛是一種很強烈的感覺，但越走越遠，你會發現愛是一種選擇，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選擇。
就像婚姻故事那部電影裡說的，當愛變得不像愛的時候，才是你選擇它是不是真的愛的時候。我們都想要一段不需要努力的婚姻，但現實是，婚姻從來不是一場一直美麗的旅程，而是兩個人願不願意在風暴裡重新牽手，留下或許讓你經歷更多的眼淚，更多掙扎，但也讓你有機會重新選擇那個曾讓你心動的人，再一次學習什麼叫做真正的相愛。決定留下只是起點，不是終點。婚姻重建的路不是回到從前，而是一起走向全新的未來。有幾件事你可能需要記得：一，你們會改變，也必須改變。別期待恢復當初的感覺，因為你們已經不同了。重要的是，你們是否願意重新認識對方，學會用新的方式相處。二，學會表達，而不是壓抑。留下不代表不吵架，而是學會怎麼健康的吵，說出真實感受，是療癒的開始。三，找到支持系統，不要一個人硬撐，找值得信賴的朋友、教會、輔導員，讓你的情緒有出口，你的婚姻有外力支持。四，每天選一次，我要留下。選擇不是一次做完，而是每天更新。今天願意留下，不代表明天就不想逃，但正是這樣不斷選擇，愛才變得真實而有力量。結語，留下是一種深沉的勇敢。有人說，放下是一種勇氣，但留下是一種更深的勇敢。留下不是因為你不能走，而是因為你選擇不逃；不是因為你沒自尊，而是因為你還願意相信愛的可能性。我們不是在鼓勵你容忍不該容忍的痛苦，而是邀請你思考，在這段婚姻中，你是否還看見值得留下的理由？你是否願意和對方一起用破碎建造新的根基？婚姻的力量不在於從沒受傷，而在於你們願意在傷痕中長出新的愛。如果你選擇留下，不是因為你懦弱，而是因為你願意戰鬥，為了愛，為了彼此，也為了那個曾經彼此許下承諾的你們。